叫杨锦拉，我来自西藏，这是我们家门前面的一个山上，这也是我的家乡，我妈妈牵着我的手。这是呢，我家到台湾已经其实18年了，非常开心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妈妈产育心法。简单来说，妈妈产育心法是一套帮助我们女性可以从离开烦恼得到快乐，甚至能够修行正悟的一套的方法。那为什么我叫这个妈妈禅呢？因为特别强调妈妈禅，因为妈妈是扮演一个母亲的角色，在我们藏区时常说一个好男人会照顾一家人，但是一个好女人呢会照顾和养育3代人。但是我们现代女性社会女性其实是压力还是蛮大的。我们除了养儿育女，我们还要上班，我们养家糊口，甚至需要照顾先生，非常非常的忙，压力也很大，都很辛苦的，所以大大小小的烦恼就非常非常多。其实自古以来，妈妈们都不是很容易的，所以古代的妈妈们，也是一样，她生一大堆小孩，像我妈妈生了8个孩子，活了6个，我是老5，所以不仅要你们照顾一大堆小孩，还要教育小孩，不是光丢在学校就好了。那妈妈们还要做家务事，里里外外，还有家里的事情，还有外面事情什么，下地劳动啊，上山背柴呀，放牧啊，到家里还给全家人烧菜烧饭，都是反正忙不停。其实我自己也经历了这种创业，大家刚才听了我养儿育女，甚至照顾兼顾家庭和事业的生活。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其实我慢慢的就体悟出一套的很多的这种方法，特别是非常适合现代的女性怎么修行。因此呢，我觉得我很想跟大家分享，怎么样呢？真正的做到家庭就是道场，包括你的职业也就是道场，所以也是怎么样把家庭和工作变成是修行的一部分，而且从中能够离开烦恼，得到快乐。这也是我们整个的家族，我的妈妈带着我的嫂子啊，我的侄女，还有做女童的一些家庭的照片。那今天我的演讲的部分其实分4个方面。那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部分，生活及修行。我们如何在忙碌的家庭生活中，我们做到呢？身体很忙，身忙心不忙。身累心不累，这个就是一个重点。那我自己其实46岁的时候，我结婚多少年以后，10几年了以后，我才要的孩子。因为之前我就一心想修行，一心想去山里闭关修行，又不想要小孩。那这个故事我的书里有写，什么因缘下我要的第一个孩子，也是当个任务一样要的。所以我就46岁自然怀孕，自然生了我的第一个孩子。我的女儿生了个女儿。那今年我的孩子也已经7岁了，就是叫李乐乐，我们在不丹拍的。前年也就是我51岁的时候，我生了3胞胎。这个是我怀孕的时候。这就是我生的3胞胎，2男1女。这个左边这个2个男宝宝是twins 双胞胎，完全一模一样。这个女孩是异卵的。当然3胞胎刚生下来，就因为非常小，我早产2个月，8个月的时候生下来，所以他们就小小的，不到2公斤，那需要很多很多的照顾。
主要是每3个小时就要吃1次奶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那3个小孩24小时里面总是需要有一个人需要喂奶。所以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。你看每天大家排在那里在等着要吃奶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尤其是开始几个月，我几乎每天都在挤奶，每天不停的挤，不停的喝发奶糖，不停的挤。半夜1点，我的保姆就把我从睡梦中拉起来，又要挤奶呀，挤3-4个小时挤1次奶。你们都做过妈妈的知道，这个奶不挤的话，它会越来越少，所以挤的越多，它奶就越多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就1点挤完，早上4点又拉起来又挤奶。所以我因为心里觉得那段时间我一定要用母乳来喂养我的孩子，因为母乳是很好的，所以我让他们健康长大一点。现在呢，4个孩子你看跟我睡在一起，你们看这都是睡得起4个孩子晚上睡觉的照片。头1年其实小孩子因为都是睡得不稳，半夜一个哭了以后把另外一个吵醒，2个哭的时候第3个也就吵醒了。时常1星期有1-2次这种3个人哭成一团，我就拍来拍去的。当然现在他们都基本2岁了，所以睡觉就有睡眠比较稳定了，所以我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投入工作了。这就是我的现在4个孩子，大女儿跟3胞胎，姐姐好开心，终于有弟弟妹妹了。所以不过这2年来虽然我的身体其实得不到充分的休息，也很累，但是我的心里其实没有任何的苦感，没有任何烦恼。尤其我先生今天来了，他可以坐这，他时常就跑来拍拍我的肩说：“哎呀，杨静啊，真是伟大的妈妈。”他说：“要是我们早就崩溃了。”他说：“爸爸们早就崩溃了。”他说：“这么辛苦，你还这么开开心心的。”他说：“我从大心眼里真的佩服你们，这个伟大的爸爸。”我其实做完月子3个月，我就开始写《妈妈禅》这本书。因为我想很多人，我已经苦过一趟，我把我的经验都分享给很多的姐妹们。我的先生也建议，他说你用写日记的方式把所有的经验写下来。那我就3个月以后，我就把我所有的经历就这样整理出来，就完成了我的2本书。大概第6个月的时候，我就把这本书就写完了。写完以后我也完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吧。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天是怎么过的。其实是我也带孩子，照顾事业，其实跟一般做事业的妈妈们有一点像吧。所以我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。这就是一整天，我每天都是早上6点半，最晚6点半起。首先叫我的大女儿起床，因为刚上国一，我小的孩子起床是很辛苦的，所以第一个让她起来，陪她吃早餐，每天帮她打辫子。我女儿因为头发很长，所以我就帮她梳辫子，陪她吃早餐。差不多7点20，女儿就去学校了。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投入我的工作。那我在这里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的工作吧，就是谈一下5年前我和我的先生，就是陈玉婷先生，我们创立了一家教育机构。那我们主要是带领现代人，就是现代的城市人的修行。我们就把传统的禅修现代化、科学化和生活化。我自己呢，除了负责教学，其实也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，所以呢，有点兼这个董事长兼总经理吧，这个，所以呢，从策略啊、人事啊、一些财务、一些管理，我都要参与做管理吧。都是我需要亲力的去做。
那现在我们呢，全国有20多个团队，都在大陆，机构在大陆。我们有200多个义工团队，分散在当然全中国20多个城市。所以其实我们每天需要处理大大小小的这些事情。那从开始到现在，大概也有上万人参加过我们的课程学习过，所以我的手机上就连了最少2、3千个学生的微信吧。我平时每天打几十条这种紧急的微信，是学生求救的，有时候突然家人过世了，有时候先生出轨了，有时候孩子有问题，这些算紧急问题，非处理不可。那除了这些以外，学生还有一些夫妻关系的问题、婆媳关系、孩子教育问题等等，这些也是他会找上我，希望听到我的一些建议，我们就这样的辅导我们的学员吧，给他一些解决的办法。所以除了忙这些以外呢，我也其实在忙下2本书，一本是关于写一本夫妻的书，就是从烦恼夫妻怎么变成一个菩提伴侣，这样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程，包括我一些经验吧。第2本书呢，就写帮焦虑的父母怎么能够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到照顾自己的心，这样一本书。除了这个，我也同时也在忙下几场这个心灵音乐会，有可能年底台湾先开始，我也在创作这种新的这种心灵音乐，希望能够做出更多的帮助现代人疗愈身心的音乐，就是尝试跟比如说像黑人的音乐家一起做出rap，好像这种新的音乐能够帮助人和特别的舞曲什么。我现在在做的遇到我的课堂，我的心理音乐效果都非常的好。那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先生负责主要的觉醒科学的教学，所以其实没有疫情之前他忙得不得了，每个月的可能飞最少2次去大陆，所以呢家里的当然就很多的杂事，吃喝拉撒各式各样的杂事都是落在我的头上。白天我就忙这些事情，忙完以后我还要照顾我的孩子，因为3个孩子现在很小，现在非常需要你照顾，而且他们现在需求越来越多，很会抢妈妈，3个人同时抢，那我每一个人都要去抱你有抱不能要公平嘛。忙完以后到了傍晚，大女儿就从学校回家了。回家以后，其实她跟弟弟妹妹去玩，吃完晚饭，那我的时间要分给她，因为虽然她大了还小，还不是那么大人。除了陪她写一些作业以外，还要给她练钢琴。这个我2年了坚持，因为练钢琴是个很无聊的过程，小孩。他会想出各种异想天开的理由，别人帮他练，他就不会练，或者找借口。那我就一直鼓励他，一直陪伴他练琴。所以现在他知道练琴是非练不可的，2年就没有间断。一天的时间到了晚上8点半呢，我的3宝就去睡觉了。送他们上床睡觉以外，他们睡了以后，那我的大女儿我还要陪她亲自读书，每天晚上跟她一起读书。我想这个也是一直坚持，除了特殊情况，家里来客人或者什么，我都一直在坚持，让她有一个自己读书。她也在认字的过程嘛，就让她去有这个好的读书的习惯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在做。这个读完以后就还要陪她睡啊，她大概9点半就睡了。这个时候其实我才能爬起来，我就写我的书，或者思考一下我的音乐，或者呢大部分我也处理一下白天没有做完的事情，一些付款的事情了，还是网上帮家里买东西了等等，把这些事情做完了。
做一下。当然有时候我实在太累了，起不来了，大概就是爬不起来的。这就是我平常的一天，基本上都是这样过的。大家听起来就是很忙，一整天也身体其实也累，但是唯一就是我心里不烦，我内心真的是很平静，也很松弛，就有一种很满足的感觉。因为这个样子，所以媳妇总是也说：“哎呀，不可思议，累成这样还能开开心心。”我先是这么说，但是大家也可以看看我很年轻的时候，眼睛里是没有快乐的，很忧郁。不过就是我那个时候呢，还没有找到修行的心法，就是开心不起来。拼事业那几年8年的时候，那就压力非常大，也非常的焦虑，心理身心都非常累。我每天回家就瘫掉了。后来我开始到处求法，做传统的求法，包括去参加法会啊、闭关啊，但是这些没有去除我的烦恼，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无名的苦，内心开心不起来。我想那个时候我没有找到工作和生活能在一起的这种禅修的方法，总是生活和修行是分开的两件事情。那讲回来，是什么让我每天这么超负荷的工作，我没有被累垮，而且还能够保持快乐？我想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有2套。第一套的方法就是帮助我离苦，就是离开痛苦烦恼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现在叫觉心科学，就是一套透过觉的练习的方法，怎么消除烦恼，能够痛苦中走出来。第2套方法是让我得到快乐的方法，或者就是说保持一种喜乐的方法。其实这套方法也就叫做央经歌舞法。那央经藏文的意思是妙音的意思，妙音佛，也是文殊菩萨的佛，也意思是也代表女性的智慧